来这边用餐很像是经历一场游历各国的旅行，我吃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料理，每一道菜都像是一个风景，有熟悉的味道，那也有意外的惊喜。吃过那么多家 buffet， 但哪一间能让你仿佛沉浸在画中用餐呢？现在新竹最夯的吃到饱餐厅莫内飨宴，从4月开幕至今，天天爆满，一位难求。今天我们邀请到艺术家邱君婷，带你一同体验这场艺术与美食交织的沉浸式飨宴，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跟着烟波 check in 新竹。影片开始前，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即享烟波专属优惠。我是邱君婷，现在从事艺术创作，然后也一边在小学教书。我的创作常常和梦境、记忆还有自然有关，像是星星、贝壳和动物，去描述那些比较抽象的情感。这次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其实我很兴奋，因为其实在10年前，2015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办了我的婚宴，而且我之前也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开心又再回到这里。莫内也是非常喜欢自然，其实他从小就住在海边，所以他对自然有一种莫名的执着。虽然他也有画人物肖像，但他其实大部分的作品都还是在描写自然。走进来莫内餐厅，我就可以感受到烟波的用心，从外面的迎宾水池，然后再到拱门花艺，还有可以让阳光透进来大面的窗景，还有墙上的2幅睡莲，觉得能够充分感受到烟波想要把这里打造成莫内花园的企图心，把这个感受带进我的用餐里面。我觉得好像是在莫内的花园里面用餐一样。其实莫内他生涯晚年，在艺术上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后也如愿盖了2座属于他自己的花园。自从有了这个花园之后，他就不再背着他的画具翻山越岭去写生，他就开始待在他的花园里面，不断的去描写这些花。他甚至在最后的20-30年里面，他画了超过250幅的睡莲。也有人说，莫内如果他没有成为画家的话，也许可能会成为一位美食家，因为莫内非常热爱美食，他还记录了180道的料理食谱，即便他自己不下厨。在莫内他的餐桌上出现的蔬果，其实都是他们家里花园自己采摘的，他的家禽也都是自己饲养的。莫内对食物非常讲究，特别是食材的新鲜。我觉得这一点有体现在这一次烟波的莫内餐厅里面。大家好，我是在烟波服务了11年的行政主厨吕尚哲。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全新改版的莫内飨宴。我一直相信料理不只是一种味道，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的艺术的延伸。除了装潢，还有菜色，几乎就是帮整个莫内飨宴做了一次不同于以前的全新改版，让大家可以眼睛为之一亮。菜单是有针对莫内平常在饮食方面挑选食材的方面来做一些餐点的设计。雪花松露可颂，那个非常薄，非常薄，薄到像是花瓣起司上面看到它的纹理跟光影，然后再搭配有一点焦糖化的可颂，看起来视觉感受非常美然后里面还有松露奶油，很推荐喜欢起司和松露的人都可以试试看。我们在设计这道起司雪花松露可颂的时候，其实就是像莫内的画那样，不是强烈的对比，而是很多细节慢慢堆叠出来的和谐。我们莫内飨宴有7大餐区，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窒息这个餐区。我们烟波首创的结合牛的牛肉来做现切的部分，我们采取低温慢烤，在温暖的地方适度的回温之后，再来拿过来给客人享用。切下去的时候，肉汁会直接锁在里面，然后这一块肉吃起来又比其他餐厅吃到的现切牛肉更为柔软。我原本预期它会有点硬，但其实咬下去蛮柔软的，然后肉汁也很多，而且不腻口，有点介于乐眼和纽约客之间，而且牛的风味非常浓郁，我很喜欢。我们这一区还有一个比较精致，然后做工比较繁复的炉烤威灵顿鲑鱼排。这一个鲑鱼排吃起来外酥内多汁。威灵顿通常是做牛排，可是我们为了让鲑鱼保有更多的肉汁和油脂锁在里面，所以我们做了这不同的方式，让它更加的美味。用酥皮包裹食材来去料理的这种料理手法，它其实历史非常古老。那在过去，它甚至会被用在
军事行动或是狩猎中，因为它很好携带。文艺复兴之后，酥皮包裹食材的这种料理就变成高级餐桌上的食物。我非常喜欢这种有历史感的料理。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第二个餐区致敬。这一区的创作灵感是来自莫内甘草堆来发想。这一区里面大家可以发现很多经典的欧式料理，例如白酒烩鸡、绿龙蛋菜。我们的白酒炖鸡，我们首先要熬浓郁的鸡高汤，搭配上我们特选的鲜奶油，然后我们的鸡肉腌过之后，在我们300度到400度的铁板帮表面煎酥煎脆之后，再和我们的鸡高汤和特选的鲜奶油一起下去慢炖。然后我们的法式田螺的话，我们会先特调我们的香料面包粉，酱汁部分的话，我们也是熬制48小时的牛高汤炖煮这个田螺。我们莫内飨宴本来就是一个欧式自助餐 buffet 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一次提供很多欧式料理在餐台上面。就我们知道莫内对于食材的品质很挑剔、很讲究，然后他也自给自足，在自己的花园里面种植了很多新鲜的食材。在我们的莫内飨宴里面，我们也是用了这样的原则和元素去把关。接下来我想要请大家特别关注指引这个餐区，应该在 buffet 上面没什么人敢做的，就是水族箱。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直送的活虾，直接放到我们的水族箱里面，最新鲜的状态，让你吃到最新鲜的味道。泰式的汤头也有，日式的汤头也有，我们最新鲜、最能吃到虾子原味的海鲜汤的汤头，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口味去选择。泰式虾汤，那个虾子非常新鲜，吃起来有一种自然的甜味。虾汤喝起来稍微有一点辣辣的，再加上有一点柠檬的酸爽，整体喝起来很开胃。除了我们的活虾之外，讲到新鲜，我们还有一区每日到港现送的活鱼，我们每日平均提供2到3种，直接跟师傅现点，然后我们就会现蒸，直接享用到每日先送的鲜鱼。鱼非常鲜甜，肉质很细致，然后再搭配细细的姜丝和葱段，还有粒粒咸香的豆豉，很凸显鱼的本味。我觉得很适合配一碗饭。大家来吃 buffet 一定都很关心海鲜吧？在我们漕运这一区的话，我们有生食级的天使红虾、特殊的雪蟹脚，也有特大的熟白虾、松叶蟹脚、新鲜的螃蟹、9孔包。最抢手的就是天使红虾，它是可以吃到虾最鲜甜的口感。天使红虾非常好吃，在剥开的时候会有虾膏从虾头里面渗出来，就是有那种虾膏的爽味。虾肉非常鲜甜，就是那种很新鲜的虾子吃出来的甜味。在我们的松叶蟹脚里面是最能吃到海味的感觉，咸甜的，让你真的觉得它是刚从大海里面捞出来的感觉。除了这些海鲜以外，我们的生鱼片区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里面大家最喜爱的也不用排队，你想拿多少有多少的生食级干贝，还有我们的芥末是用新鲜的芥末来磨制而成的。喜欢喝调酒的人，我们从6月1号开始和2024年世界调酒季军高永佩联名打造的睡莲池，用玉露茶、螺旋藻、山葵还有蓝莓的琴酒，喝起来它前面是有一点清新和草本和海洋的韵味，然后后面会有一点山葵的辛辣感，加上果酸和茶香的收尾，它的层次非常的分明，可以帮它想象成可以喝的光饮化。除了其他的海鲜啊、肉类可以搭配以外，它也可以和我们和世界冠军面包王鹏杰联名的酸种面包和他自创的蜂巢面包做搭配。最后跟大家介绍我们最精致的甜点区，有一个现点现做的毛巾卷，这是韩国时下最流行的一个甜点。然后我们师傅也结合我们台湾的水果，还有他特打的鲜奶油，自创出我们烟波的毛巾卷。它外层是碎碎的 Oreo， 那中间有可丽饼皮，里面有巧克力卡士达，很柔软滑顺，还有一点点榛果的香味，很适合蚂蚁人来尝试看看。还有我们的冰淇淋有一
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大家可以挑选我们的哈根达斯的任何口味的冰淇淋，然后结合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栗子瀑布。师傅会现挤面线一样的蒙布朗，质地是比较绵密的，栗子跟冰淇淋的口味叠加在一起很棒。我的冰淇淋是用芝麻冰淇淋，这个香味搭配起来，我觉得很协调。然后大家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时段，然后推出我们的香草茶，还有我们特制的海陆咸派，给大家有不同的惊喜。我其实来这里之前，我有 Google 一下网络上的评论，我发现真正到这里之后，实际的造景，整个餐厅的气氛比 Google 的照片上面漂亮很多。像是我坐的那个座位后面有一整排的花，用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花卉搭配在一起。来这边用餐很像是经历一场游历各国的旅行，我吃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料理，每一道菜都像是一个风景，有熟悉的味道，那也有意外的惊喜。食物对我来说不是只有好吃，也能够勾起人们的记忆。很感谢主厨在每一道料理背后的构思，食材新鲜的坚持，让我们好像可以更接近莫内一点。欢迎大家来，不用排队，不用限量，新竹 CP 值最高的 buffet， 尤其我们的干贝自由、海鲜自由，绝对是在新竹大家吃不到的。我常说，料理不是技术的展现，而是感受的延续。希望每一道菜都像莫内作画一样，看似很平静，却藏着细节。诚挚邀请大家来莫内飨宴，不只是吃饱，更能感受到料理的